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台中，耶！那我这次来台中啊，主要是想要来看鲨鱼烟他们最近呢开了一个实体的工作室。更巧的是，今天在台中刚好还有2个来自台北的毛线店办的活动，一个是北方牧人办的快闪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限制级。它的也是快闪店，然后它这个快闪店是维持了1个月，然后这个周末就是最后的一个周末了，所以我今天有点像这个编织马拉松的感觉。那我们出发吧 Let's go！ 我现在刚停好车，然后这个前面就是台中那个乌日的高铁站，然后这边就是鲨鱼烟所在的那个大楼。如果大家坐高铁来台中的话呢，基本上下来走个不用5分钟吧就可以到。找到了，它就在这间餐厅的楼上。这里是店主 Greg 跟 Tiara。Hello。鲨鱼烟是由 Greg 跟 Tiara 2个人共同创立的品牌，他们2个都曾经在纱线厂里面担任线材的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然后他们会成立这个品牌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工厂里面常常都有很多剩下来的线，不管是打样给客人看的样品线也好，或者是接了大单之后呢剩下来的尾线，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利用到，然后就丢掉了，所以他们2个就觉得很可惜。于是呢，就把他们这些没有用到的线收集起来，再重新做成商品，推广给大家。这些纱线虽然没有量产，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每一个都很独特，所以就受到很多编织创作者的喜爱。除了贩售纱线以外，鲨鱼烟他们也常常参加各式各样的市集，然后有开设很多课程来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些很特殊的线材。那他们就把这个不浪费再创造的精神呢传递给大家，也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就是以工厂的角度会希望，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品质。比如说这个颜色，我出去可能10角或者100角都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手染它的特殊性，就是有可能10角都不一样。对，所以就对于工厂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品质不好的。对，所以他就这个东西他就没有打算做一个常态性的贩售。我之前好像有听过那个现场的老板他说，像我们在手染，那对他来讲就是没染好的。但是我们就想说，可是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棒针界，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就是它有它的很有特色。像它这一角啦，它可能会有点花纱，可是你这样看不太出来，对不对？就它看不出来，深浅色，有一点点稍微小不均匀的感觉。对，这个不均匀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合格的 NG 了，对不对？那他们基本上按照工厂的生产流程，就这个东西我会直接就是丢掉。其实这个料真的很好，是啊，他们都是好东西。做手做的人来说，就是像我们做创作来说，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随机性，所以它很有独特性。对，就它不是那种大批量、大众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反而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它，因为它可能就只有1个。对，可能就这么1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喜欢。那个户外运动品牌合作哦，用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剩下的布料，因为他们在做衣服的时候，怎么样都一定会有那些边边角角料，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丢了很浪费。是很多品牌跟布厂都有这种资源，都会想要问我们说有没有办法让它再活络一下，不然他们也是对啊，也是浪费。然后这样重复再利用啊，又好可爱。工厂大部分在存货的时候都是桶状的，是所谓的管底纱。管底就是管子剩下管底纱，管底纱，管子剩下到尾巴底的部分。哦，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管底纱。这个的话是那个有机棉的白配，它就是原配的色纱，还没有染过色的。蓝染的。哇，好可爱哦！我们就跟太平洋合作，然后跟他们买的那个可以在家里建蓝染缸的那个材料包，回来自己用这组纱染。这超可爱，有点像牛仔布的感觉。对，就用钩针勾成的包包。
现在 Brother 的真的停产很久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有 Brother 的，基本上都是应该有30年以上了吧。然后他停产之后，他也不会再培训新的师傅，所以我们就很需要找老师傅。哇，现在下面是长这么复杂的，而且你看30年这些机器，就是应该是不锈钢的，都还蛮好的。然后很棒，状态还很好。如果我只要有一个东西断了或者什么的，我们自己要修可能会很难。像这个的套子也是。哇，这个也是用它做出来的。对，你看像这样很简单的提花，就只一条围巾。就是日本一个传统，他们编蓑衣的一个技法，然后用这个技法，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花式的线材去编的。这个超漂亮，这也好可爱。然后还有这个对啊，这就是梭子嘛，圆形的梭子。我是福大的织品，然后 TR 是南艺纤维。对。我们之前的工作曾经是同事，然后后来各自离开那家公司之后，我们就在外面绕了一圈，然后后来都在上海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因素种种原因，我们就回来台湾。我们之前在工作期间，其实我们会收集一些纱线，我们开发的纱线可能它很漂亮，可是市场性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就自己收。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希望用这些手上的资源，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先去陆路市集，就是在南投中心新村那边，然后我们去摆看看，然后就可能刚好有遇到就是在玩编织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又去参加了导做第一次的那个纤维市集，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有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就喜欢纤维这一类的客群，就是有一种很相近的气息，应该是大家都还是会自己做，所以他才会去关注这一块，所以他们来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他们都是会做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是在市面上是没看过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交流下，他就开始比较多人会来买线。就是我们的换季会是分到16季，就一年分到16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不到1个月就要做新的东西。哇，16季，它的太旧是很快的，替换非常快的一个产业。对啊，然后再加上其实你觉得说像我们可能去拿我们自己做完东西，可能过了2-3年之后，它确实是要被清掉的嘛。工厂的老板他们就会觉得好可惜，因为那个羊毛真的很贵，然后也是他什么费尽千辛万苦从澳洲从哪里就是送过来的，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东西丢掉真的很可惜，所以当我们跟他提出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这个样板，因为数量也不多，对于工厂来说数量不多，那我们就拿这个样板来，然后我们就是做一点自己的小生意，然后去做贩售，但是不是他的市场，因为他的市场是那些品牌嘛，我们的市场可能是手做个体户。那他就会觉得很好啊，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然后也不要浪费钱。就是像他们可能库存比较久，他会希望我们拿的时候可以一次全部都拿走。对，他可能以我们目前的销售的量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因为会很开心的想要给你，然后他列个 list， 然后可能同一组纱，假设是6个色好了，可是它全部加起来大概有200公斤。哇，没地方放哎！他说200公斤我要卖到何年何月？对，我就说如果说我们做零售的话是没办法这样子去贩售的。对啊。我们去年2024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想要走出去，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在国外的市场，就是去拓展，看能不能在市集上认识可能这些可能像是店家或者是编织老师。所以我们第一站是先去英国，就是里兹周围所有的玩纤维，不管是编织类的或是手绣，然后还有染色、车缝的都有，可以看到那边人的创作的东西跟台湾的真的差很大，因为每一摊它的个人特质很强烈，你不会在整个市集里面看到重复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比较不会去模仿别人，因为比较少。在台湾就是市集都一直看到重复性的东西，对，可是在那边就没有一摊是重复的，他每一摊做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组织，就是专门集合起来帮大家家里就是已经过世的
长辈遗留下来的毛线，他们就是把它收回来，然后这个组织它是非营利组织，然后利用这些老奶奶们遗留下来的毛线，然后可能会办一些讲座、课程，然后甚至是可能打包之后去做贩售。哦，好像我死了之后，我的毛线也可以被这样对待。就是从去年的秘密市集之后，我们一开始就是那时候有跟台湾的工厂，就是拿了一些这个蚕丝麻海的算是大货的尾线，然后就是剩余的那些纱，就是它可能是不足重的，有可能只有10克、20克，然后我们觉得丢了浪费，所以我们就跟厂家说，我们拿来就是用我们品牌的名义去贩售。然后就有一些在秘密市集上买的客人，就是还会回来问我们说，这东西有没有正式在贩卖？就一直问我们还有没有库存。然后我们就觉得，大家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反馈都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挑出18个，就是我们觉得比较适合台湾人的颜色，然后去做一些，就是以我们品牌去做贩售的名义。所以就是你们今年会推出的一个算是新的常态商品，它就不会是鱼纱，真的很棒。但是其实他们在打球的过程中也是会有一些鱼纱，那些鱼纱我们还是请厂家保留下来。那我们会就是我们这边也会再做贩售。就我们也希望，我们虽然自己做线，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浪费纱线的人，所以我们那些纱线还会再让它可以妥善的被使用。很喜欢亮片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有，就是冬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件，然后是加了花瓣亮片的，然后我觉得超好看的，因为就是很少女、很仙的感觉。然后他就说，那他可以尝试着在就是蚕丝麻海里面加入一点小小的亮片，然后他就是让它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又跟他另外开了这一款。然后可是因为我们资金有限，这样直接抢可以吗？然后就是我们就做了这2个颜色。有啦，11月初我们还会去大稻埕。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跟那个 Restore 这个空间，因为我们跟他有很密切的合作，然后他今年就是说他有跟那个永乐市场那边合作，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在他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广场的地方会办一个简单的市集。最近在进行的是跟岭东科技大学他们的时尚经营系有一个 USR 的计划，然后我们跟他做了为期3周的一个工作坊。什么是 USR？ 它叫做大学永续计划吧，好像是，就是以大学为出发点去做永续的再生的一个宣导。他们希望从学校拓展到社区到社会这样。然后它主要就是利用学生跟学校的力量去介入社区。然后 USR 它关注的不一定是环保议题，还有可能是人权议题。他就是希望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概念，这样你毕业之后你才比较好把这个概念带到你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最近有在谈的是台中的一些社宅，他们可能就是会希望在社宅的区域里面可以邀请就是住民来，然后可能上一些课，就是自我提升的课程，然后学一些技能。然后等到他们就是因为社宅它是有一个租约期的，然后等租约期过后出去之后，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第2专长可以去提升你自己的生活品质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跟就是这样子的单位去合作，这样蛮好，你们就走入校园跟社区了。应该是说 Greg 要教我怎么纺线，用这个纺锤纺线。那老师要把线拆下来，对，它等于就是让它对折，然后去合骨。你真的发明这个的人好厉害，老祖先的智慧。那用这个回收的咖啡杯套把它捞起来。